想象一下，一块仿佛从天而降的巨大孤石，兀然耸立在峡谷之中，四面都是万丈深渊。而就在这块孤石的顶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竟然有一个如同天空之城一样的村落。他们是谁呢？是某个与世隔绝的神秘部落吗？诡异的是，这些房子全是石头砌的，没有钢筋水泥，没有钉子，建了700年竟然没倒。更神奇的是，就在1996年丽江大地震那天，这整块石头城竟被震裂出一条几10米长的大缝，但没多久，这裂缝自己竟然慢慢合上了，而且村民家中的水缸竟然会自己冒出水来。这背后的一切，究竟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还是古代先民们超乎想象的顶级智慧？别急，今天眼见古今，就带你拨开层层迷雾，一步步踏上这座危崖上的城堡，去揭开石头城的秘密。宝山石头城，它藏在云南省玉龙县东北部的金沙江河谷地带。这个地方有多偏僻呢？这么说吧，在过去，你问当地人石头城在哪，他们大多都只是听说过，但具体位置却语焉不详。当地人会告诉你，要去那儿得翻过好几座大山，开车都可能要花上2天时间，要是走路那得走上4、5天。从云南丽江古城出发，往北开大概110多公里。别看路程不远，这路况啊，能把老司机颠成新手。3、4个小时车程，前半程还算正常，后半程全是盘山烂路，落石不断，雨季更是打滑泥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路呢？当地人管它叫挂壁公路。一边是刀削斧劈一样，随时可能滚落石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就是深不见底、奔腾咆哮的金沙江。整个车就好像一只小甲虫，在巨大的山体褶皱里小心翼翼地挪动。在这样的盘山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当你感觉骨头都快散架的时候，公路就这么突兀地结束了。一个不大的停车场，几乎零星的民居，这里就是我们汽车能到达的终点。可石头城呢？抬头望去，它还在更高更远的山崖之上，像一座海市蜃楼，看得见却摸不着。接下来，体力的极限挑战。从停车场到石头城没有路了，唯一的通道是当地人沿着山崖峭壁硬生生开凿出来的一条石阶小路。这条路能窄到什么程度呢？绝大部分路段只能容纳1个人通过，稍微胖一点都得侧着身子走。回头望，来时的盘山路已经变成了一条细细的丝带，金沙江更是变成了一条黄色的飘带。人在半空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唯一的信念就是山顶那座神秘的城。一块高出金沙江近500米的蘑菇状巨石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房屋。站在远处看，那真是城不是村，上下3层石屋，层层叠叠，有如空中城堡。可你想过没有，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是怎么搬材料上去盖房的？水从哪儿来？吃喝怎么解决？万一地震，整块石头滑进江里怎么办？一连串问题让人越看越起鸡皮疙瘩。这不只是个山村，是一个藏在云端的迷城。说实话，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很难相信这个地方不是个遗址，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村子。那些人为什么选在这种鬼地方建村？是为了防守，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事还得慢慢说。别看这村子藏得深，住在这里的人可不是临时搭棚子糊弄着过日子，人家祖祖辈辈都在这儿扎根。这个地方叫宝山石头城，名字听着有点唬人，其实它不大，面积就0.5平方公里，还没个商场大。但别小瞧了这半块地，108户那西族人家就这么靠着一块石头活了700多年。这地方挨着玉龙雪山，东边是金沙江，3面是悬崖绝壁，一面石坡斜插江中。乍一看就像是一块从天而降的天空之城，而村子就盖在这块巨石上。全城只有南北2道石门可以出入，城墙也是依托山势用石头垒起来的。据说
居民后来又在四周加筑了一圈5尺高的石墙，让这里防御性更强。只要2座城门一关，这里瞬间就变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村民若是不开门，估计贼来了都束手无策。走进村内，一个完全由石头构成的世界赫然出现在眼前。这里的街道没有城市里那种横平竖直的规划，这里的布局完全是顺着这块石头的自然肌理来安排的，充满了不规则的美感。你家的屋顶可能就是我家的庭院，我家的墙基可能就是你家天然的屏风。整个村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充满了奇思妙想的石头迷宫，走在其中常常会分不清哪里是天然的，哪里是人工的。那村里人究竟是怎么在石头房子里生活的呢？这里的村民们从小就睡在石头床上，坐在石头凳子上吃饭，用石头做的缸装水。整个村子就像一个巨大的石头雕塑，每家每户的房子都像是从岩石中长出来的一样。我们走进一户纳西族人家，看到院子里的石桌、石凳不是从外面搬来的，而是当年建院子的时候直接从这块大石头上留下来，然后雕琢成型的。他们家里的东西很多都不是买来的，而是从这块大石头上长出来的。那石床是一整块大石头，稍微打磨一下，铺上被褥就能睡。你可能会觉得睡在石头上那不是受罪吗？但当地村民却说，刚开始是觉得有点硌，可时间一长就习惯了，甚至离不开了。有时候去外面睡柔软的床垫反而浑身不舒服。很多来这里的游客都会专门体验一下这种石头床，尤其在夏天，那感觉就像躺在天然的冰垫上，冰冰凉凉，还挺舒服。除了石床，还有那石桌、石凳、石灶台，甚至连院子里储水的大石缸、喂猪的石槽，全都是就着这块巨石的原貌一件一件雕凿出来的。看到这里，你会觉得宝山石头城从城的角度看，它或许有点袖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根本不是一座城，而是一件由100余户纳西族同胞用上千年的时间和汗水共同雕琢出的巨大无比的艺术品。但一个巨大的疑问也随之而来，在这么一块坚硬无比又陡峭险峻的石头上，古人连找块平地都难，他们到底是怎么解决地基问题的？这些紧邻悬崖的房子又是如何建造的如此牢固，能抵御数百年来的风雨侵蚀，甚至能扛住1996年那场7级的丽江大地震呢？当时地震的威力直接把石头城做下的巨石都扯出了一条巨大裂缝，村里的人都以为这下完了，大石头要滑进江里去了。可为何村里的房屋却没怎么倒塌？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神奇的建筑密码？要解开这个谜，我们得先颠覆一个常识。我们盖房子，第一步总是要找块平地，挖坑，打下坚实的地基。但石头城的纳西先民们恰恰就违背了这个常理，他们非但没找平地，反而专挑这块巨石，这里土壤稀缺，根本不适合我们常规意义上的大地基。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答案就藏在顺势而为这4个字里。科考队的专家在城西面一处正在建造的民居那里找到了答案。他们发现那些工匠们根本不去费力地把倾斜的石面削平，恰恰相反，他们完美地利用了巨石本身就有的台阶状的自然地形。你看，这个斜坡本身就不是一个光滑的平面，它有着一级一级的层次感。工匠们就把房子的地基一层层地码放在这些天然的台阶上。这样做有一个巨大的好处是，底下的那层石头会给上面的一层提供一个强大的阻力，就像一个斜着的楔子，死死地顶住房子的根基，让它不会向下滑动。解决了地基的稳定性，还有另一个关键要素，得抗震。云南处在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带上，是中国地震最高发的省份之一。生活在这里，房子必须得有超强的抗震能力。这个秘密就藏在房屋的木质构架里。石头城的房子
大多采用的是中国古建筑中登峰造极的一种技术——榫卯结构。榫卯简单说，就是木头构件上一头做成凸起的榫头，另一头做成凹进去的卯眼，两者一扣就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需要一颗钉子。这种结构的精髓在于，它不是刚性连接，而是柔性连接。当大地震来临，地动山摇，地基会发生一定幅度的移动和晃动。如果房子是钢筋水泥的刚性结构，硬碰硬就很容易开裂倒塌。但榫卯结构不一样，它允许各个构件之间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地震的能量传来，整个木头框架会跟着一起摇摆，就像一个不倒翁，通过自身的晃动和变形，把巨大的破坏力给化解掉了。你看，依托山势的天然地基保证了不动，灵活的榫卯结构保证了不怕动。这一静一动之间，就蕴含了纳西先民们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的顶级生存智慧。正是这种智慧，才创造出了这些屹立在悬崖边数百年而不倒的建筑奇迹。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房子是怎么盖的，但我们还是会很好奇，他们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极端的地方来安家呢？难道仅仅是为了炫技吗？当然不是。任何一个看似不合理的选择背后，往往都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其实，早在元朝大军到来之前，那西族的先民们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有说法认为，大约在公元5至6世纪的南北朝时期，纳西族的祖先古羌族的后裔就已经迁徙至此。他们发现这里山脉纵横，河水丰沛，原始森林茂盛，是一块宜居的宝地，于是便在此定居下来。而让这座石头城真正成型，并赋予它城堡属性的，确实与一场声势浩大的战争有关。这要从700多年前的南宋末年说起。公元1253年，不可一世的蒙古大军在元太子忽必烈的率领下，兵分3路南下征讨大理国。其中，忽必烈亲率的中路军一路势如破竹，渡过金沙江后，就驻扎在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宝山石头城。当时的纳西族首领发现，这块巨石简直就是一处天赐的军事要塞。它背靠玉龙雪山，前临金沙江天险，四周又是悬崖峭壁，只有南北2道窄门可以出入。只要派少量兵力守住城门，就能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于是，这里变成了元军南下攻打大理国的重要据点和桥头堡。大理国灭亡后，元朝在此设立宝山州，石头城也正是从一个临时的军事驻地发展成了一座真正的边关重镇。所以说，石头城最初的选址，首要考虑的根本不是居住舒适，而是无与伦比的军事防御价值。除了真实的历史，但在当地的纳西族同胞眼里，他们其实更相信祖辈流传下来的这个传说。相传，很久以前，当地的统治者穆天王非常嫉妒宝山这块地方才俊辈出，总担心有人会夺走他的王位。有一天，一颗亮星坠落，穆天王觉得大事不妙，就带兵来镇守。结果看到一条巨龙从天而降，他一怒之下，拔刀将龙砍成了2截，龙身化作了远处的阿刷山，而龙头就变成了我们眼前的这座石头城。另一个传说则更为朴实，相传古时一个纳西族的游氏部落打了败仗，酋长带领族人逃到金沙江边，正在绝望之际，恍惚中看到远处的玉龙雪山化作一位白胡子老神仙，指引他去江对岸的巨石上安寨。酋长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便带领族人渡江，在这块巨石上重建家园。这些传说都给这座石头城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又神圣的面纱。特别是关于龙脉和神灵庇佑的说法，在当地人心中根深蒂固。1996年丽江7级大地震时，巨石被撕开一道200多米长的大裂缝，所有人都吓坏了。但奇迹的是，事后没过多久，这条看起来触目惊心的大裂缝竟然又自己慢慢地自然地合拢了。直到今天，
要不是当地人指点，你根本看不出这里曾经发生过那样惊心动魄的震撼。这件真实发生的事，似乎又在印证着古老的传说，让石头城风水宝地的名声更加响亮。好了，无论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奇幻的传说，都指向了一点：这里是一个安全又易守难攻的地方。虽说如此，但对于一座要塞来说，最怕的是什么？是长期的围困。一旦被围，城里没有粮食可以，但最怕的是没有水。我们眼前的这座石头城，就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山顶上连一点泥土都很少，根本不可能储存任何雨水或地表水。而山脚下的金沙江，虽然近在眼前，但垂直落差高达数百米，相当于100多层楼的高度，陡峭的石壁也让人无法下去取水。抗战时期，土匪就曾想围困石头城，但不料这里戒备森严，他们只好改变策略，长期围困。可奇怪的是，城中人足不出户，却依然衣食无忧，最终土匪只好仓皇败退。那在这座与水源看似隔绝的孤岛上，100多户人家，世世代代，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所有到访过石头城的人，包括前来考察的专家们。他们走遍了石头城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井，也没有泉眼，这似乎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生存之谜。然而转机出现在一户古老的纳西民居里。当考察队走进这间屋子时，立刻被屋里浓郁的石文化所吸引。而在一众石头器皿中，一个由天然石头雕琢而成的石质水缸引起了大家的好奇。这个水缸里的水清澈见底，屋主热情地告诉大家，这水缸里的水不是人工挑水倒进去的，而是它自己会冒出来的。自己冒出来的水？这怎么可能？专家仔细检查了石缸，发现缸底和四周没有任何孔洞。这水到底是从哪来的呢？顺着屋主手指的方向，大家在石缸上方的石壁上发现了一处非常不起眼的缝隙，清凉的水正是从这道缝隙中一滴一滴缓缓地渗流下来的。难道这坚硬的巨石内部竟然是中空的，储存着地下水吗？可是经过后续的勘察，专家发现整块石头城所在的巨石，其本身的地质结构根本就不具备储存和产生地下水的条件。线索似乎又断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些遍布石壁的裂缝或许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我们看不见的引水系统。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科考队决定走出石头城，到周边的山坡上去寻觅源头。果然，顺着哗哗的水声，他们在与石头城相邻的一座山坡上发现了一股清澈的山泉。专家捧起泉水尝了一口，甘甜清冽。难道这就是石头城人的生命之源吗？可这股泉水流量并不大，怎么可能养活石头城108户人家呢？最终，地质学家们通过对整个区域地质构造的研究，揭开了一个跨越亿万年的惊天秘密。原来，在极其遥远的地质年代，我们今天看到的石头城以及它旁边的老鹰坡和克林山，原本是一座完整的大山。后来因为剧烈的地壳运动，这座大山发生了断裂，被一分为3，而石头城就是原先那座大山遗留下来的一个残体。关键就在这里，虽然它们从地表上看已经不再相连，但在地表之下，它们曾经同属一个山体的岩石裂缝和岩溶缝隙，很可能是相互贯通的。旁边那座更高的克林山就像一个巨大的集水器，它收集了大量的雨水和山泉水。这些水顺着山体下渗，进入了那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庞大的古老的地下裂缝网络系统。然后就像一个天然的巨型引水工程，水顺着这些管道穿过山体，最终从地势较低的石头城的岩壁缝隙中缓缓地流淌出来。所以石头城的水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借来的。纳西先民们凭借着他们对大自然超凡的洞察力，发现了这个秘密，并选定了这个看似缺水，
实则拥有永不枯竭的天然水管的地方作为家园。这就是石头城真正的生命线，也是他们能在此地安然生息700年的最大地气。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当科考队的专家站在石头城东面最陡峭的悬崖边时，他们发现了更惊险的信号。只见岩壁上有好几条又深又长的大裂缝垂直延伸，仿佛随时要把整座城堡劈成好几块掉进江里。专家们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经过初步鉴定，石头城所在的这块巨石是一种碳酸盐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岩。这种岩石最怕水，水流的长期侵蚀会让它变得非常脆弱，形成我们地理上说的喀斯特地貌，比如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都是如此。但那些地方都没有人类大规模居住的痕迹，为什么偏偏石头城成了一个人丁兴旺的村落呢？为了弄清岩石的底细，专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化学实验。他们将其盐酸滴在从城墙上取下的岩石样本上，岩石表面立刻产生了大量的气泡，这是盐酸和石灰岩发生化学反应的典型特征。但奇怪的是，岩石中夹杂的一些白色晶体部分却根本不产生气泡。这个小小的异常揭开了石头城屹立不倒的终极秘密。原来石头城所在的这块巨石根本不是一块纯粹的石灰岩，它是一个复合体，它的外表确实是相对脆弱，容易被侵蚀的碳酸盐岩，但它的内部包裹着的却是另外一种岩石，一种坚固无比的白云岩。白云岩的岩性极其稳定，被溶蚀的速度非常缓慢。这就好比这块巨石虽然穿着一件脆弱的外衣，但里面却蕴藏着一颗坚如磐石的心脏。正是这颗坚实的内核支撑着整座石头城，让它在经历了上百万年风雨和流水的侵蚀后，依然能够傲然挺立。至此，关于宝山石头城的谜团终于全部解开。解开了所有硬核的秘密，我们再把目光放回这里的生活。如今的石头城褪去了金戈铁马，成了一个宁静安详的世外桃源。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充满了田园牧歌的气息。寨子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上了年纪的男人们生活得十分悠闲，他们通常会坐在村口或者巷子里，抽着烟，烤着茶，聊着家常，就可以消磨一整天。而那西族的妇女们却一刻也歇不住，这些勤劳的妇女们会沿着山路去到城外的梯田里劳作，再把收获的农作物背回家里。到了夜晚，这座宁静的村庄会展现出它热情奔放的另一面。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汇聚到小广场上，点起篝火，用他们最古老的娱乐方式打跳来自娱自乐。这是一种纳西族最为流行的踏舞，在悠扬的笛声伴奏下，众人手牵着手，围着火堆，踏着激昂的步伐舞蹈，快乐的笑声和呼呼的步风声在山谷里回荡，很远就能听见。作为游客置身于此，你会被这种原始而纯粹的快乐深深感染。脚下是咆哮而过的金沙江，头顶是璀璨闪烁的繁星，耳边是鸟鸣虫叫和人们欢乐的舞步声。在这一刻，你才会真正明白，谁又能想到，在繁华的丽江之外，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呢？宝山石头城，它是一座用智慧与自然完美共生的奇迹之城。纳西族的先民们用他们独到的眼光读懂了山川的脾气，看透了石头的内心。他们没有去对抗自然，而是选择去理解，去顺应，去利用自然的力量，最终将一处看似绝境的危崖打造成了一座可以世代栖息繁衍的祥和家园。这或许就是这座天空之城给我们带来的最深刻的震撼与启示。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这里是眼见古今，如果你对中国充满好奇，别忘了关注我们。我们下一次将带你探寻更多被时间遗忘的奇迹。我们下期再见。